你是否觉得一天的心情是由早上读到的一条新闻决定的？你是否觉得自己的思想被绑架了，被迫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思考政治，思考那些你没有选择，只会耗尽你精力的叙事？你是否注意到自己对每一个新的头条，每一项新的法令，每一次社交网络上无用的争论做出反应时，是如何失去冷静、清晰和生命力的？你的心灵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场，各种观点和意识形态的军队为控制你的情绪状态而不断战斗，让你精疲力竭、焦虑不安，感觉内心的平静是一个遥远的奖赏，取决于最近的丑闻或最新的政府决策。这种持续处于拉锯战中的感觉并非偶然，这是一个计划。你的反应能力是注意力经济中的交换货币，这种经济以你的愤怒和焦虑为食。你被调教得相信持续的愤慨是一种参与形式，而实际上这是一种囚禁。他们想要你的反应，你的点击，你愤怒的评论，他们以你的精力为食。每当你冲动地对挑衅做出反应时，你就交出了你内心城堡的钥匙，允许外部力量决定你应该如何感受、思考和行动。这不是一场政治斗争，这是一场为你思想主权的斗争，而你正处于前线。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条出路呢？如果有一种方法可以观察混乱而不被其吞噬呢？一种建立坚固的内心堡垒的方法，以至于任何外部风暴都无法动摇其根基。从今天起，你将学会解放你的思想。这不是邀请你与世隔绝，而是对你感知能力的一次战斗训练。我将向你介绍坚不可摧心灵的7道城墙，这是一个基于古代斯多葛派智慧的战略协议，让你重新获得控制。如果你准备好解雇那些住在你脑子里不付房租的租客，请点赞、订阅，并在评论中声明你的位置，在地图上标记一个新的主权心灵开始锻造的地点。这场叙事战争的解决方案不是逃避，而是策略。我们谈论的是斯多葛主义，但不是你从哲学书中认识的那种。把它想象成一种心理防护技术，一种为思想发展的武术，发展于古罗马帝国的战场和权力走廊。目标不是变得冷漠或无动于衷，而是培养一种战略性的坚定。这是漂浮的船被舆论的波浪来回抛掷，和矗立在岩石上以不可动摇的平静观察风暴照亮前进道路的灯塔之间的根本区别。你不会停止关心，你将像外科医生一样精确地选择如何以及何时关心。你正在经历的是一种思想殖民，你的注意力、你的情绪和你的思维模式已被外部力量占据。因此，我们提出的战略性重构是一种去殖民化的行为。这并非要成为非政治的，这是许多人犯的错误，而是要成为后反应性的。这是关于建立一个内心城堡，一个清晰和目标的圣殿。任何宣传、任何算法、任何政治家都无法侵入。真正的革命，唯一能保证持久改变的革命，不是发生在街头或投票箱里，它始于你自己思想的寂静领地。通过加强你的内部防御，你将成为混乱世界中的一股稳定力量。这个想法并不新鲜，这是经过时间考验的智慧。伟大的斯多葛派哲学家艾比克泰德，一位曾是奴隶后来成为罗马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精辟地总结了这个精神堡垒的基础。他说，生活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这个识别和区分事物，这样我就可以清楚地对自己说，哪些是外部的，不受我控制，哪些与我真正控制的选择有关。这种区分
这种对于什么事你可以指挥，而什么不是的残酷清晰，是打开通往思想主权和内心平静大门的总钥匙。这是我们将用来建造我们城墙的地图。现在我们进入军火库，我们将一砖一瓦地建造你内心堡垒的防御。每一道城墙都是一个原则和一种实践，以精锐士兵的纪律来应用它们，你的思想将变得坚不可摧。你必须建立的第一道城墙是控制进入你意识的东西。你需要明白，信息不是中性的力量，它是一种塑造你情绪现实的力量。今天，你的思想很可能在大门敞开的情况下运作，任何谣言，任何危言耸听的头条，任何激烈的观点都未经任何审查就进入，掠夺你的平静并制造混乱。你已经成为毒性的被动消费者，是那些从你的焦虑中获利的人的轻易目标。现在是时候在你的思想之门设置守卫和严格的协议了，不再是一个目标，而是成为你自己内心王国的警惕守护者。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强大的，因为我们被调教地相信，随时随地消费一切就是消息灵通。现代人的思想患有一种慢性的被遗忘恐惧症，即信息性的错失恐惧症。他不停地寻找下一次更新，下一个丑闻，下一条推文，就像瘾君子寻找下一剂毒品。这种强迫症不是对知识的渴望，而是伪装的焦虑。这是通过了解最新危机的所有细节而来的虚假控制感，但这是一个幻觉。你没有在控制，你被信息流控制着。你的生命能量随着每一个通知，每一次无限滚动而被耗尽。想象你的心灵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市，新闻、社交网络、消息群组是驻扎在城外的军队，不断地向你的城墙内投掷信息弹。有些是有信息的，但大多数是烟雾弹、愤怒的燃烧弹和恐惧的毒箭，旨在你的市民、你的思想中制造恐慌和混乱。没有城门的控制，你的内心城市就生活在永久的围困状态中。信息结识的实践就是你作为指挥官决定关闭城门并实施严格的检查。只有对王国的防御和繁荣至关重要的东西才能进入。实际行动很简单，但不容易。首先，设定特定的时间来获取信息，就像将军接见他的侦察兵一样。例如，早上15分钟，下午晚些时候15分钟，在这些时间之外，大门是关闭的。第二，大幅限制你的信息来源。选择2到3个你认为最平衡的信息来源，并坚持使用它们。取消订阅，将群组静音，并关闭你手机上99%的通知。你不需要成百上千人的意见，你需要清晰的数据。把信息当作工具，而不是娱乐。做一个情报人员，而不是一块海绵。这样做，你不是在变得无知，你是在变得有策略。无知是被无关信息的海洋淹没而不知所措，智慧是积极寻找重要的信息并丢弃其余的。山顶上的将军不需要听到战场上每一支火枪的声音就知道谁在赢，他信任他指挥官的报告。同样，你不需要时时消费混乱来理解世界，你需要清晰的总结和深思熟虑的分析。而这些你可以通过受控和刻意的方式获得。许多人会说，但持续更新是我的公民义务。这是一个高尚的谎言。他们告诉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继续参与这个愤怒机器。你的首要公民义务是保持自己的思想健全、清晰，并能够做出理性的决定。一个精疲力竭、反应过度和焦虑的心灵，除了服务于那些从混乱中获利的人的事业外，对任何事业都没有用处。你为家庭、工作和社区做出积极贡献的能力，直接取决于你的精神能量。保护这种能量不是自私，这是你最根本的责任。随着城门在你的控制之下，
你不再是一个战场，而是一个总部。你以前浪费在对每一个虚假警报做出反应的能量，现在被保留给了真正重要的事情。你成为决定什么值得你注意的主权者。你的内心平静不再是一场意外，而是一个工程项目。这是第一道，也许是最关键的一道城墙。控制入口，你就能控制整个王国。第二道城墙是战略清晰度，即绘制你战场精确地图的能力。斯多葛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最强大的工具——控制二分法。我们绝大多数的精神痛苦，尤其是在政治上，来自于对我们能影响什么和我们不能影响什么的灾难性混淆。我们花费大量的精力、愤怒和挫败感，试图控制统治者的决定、数百万人的意见或全球经济的动向。这就像一个士兵试图用自己的双手阻止一辆坦克，这是徒劳的、令人精疲力竭的和破坏性的。思想的自然倾向是固着于困扰他的事物，无论他是否能对此做些什么。他的行为就像一个固执的孩子，对着雨大喊大叫，希望他的愤怒能改变天气。这是政治焦虑的根源，一种控制不可控制之物的深切渴望。你感到无能为力，不是因为你没有力量，而是因为你把你的力量用错了地方。你的思想紧抓着关于千里之外事件的头条新闻，而忽略了就在你面前的领域，你自己的选择，你自己的反应，你自己的言语。这里的比喻是拿着领土地图的将军。一个好的将军确切地知道他的部队可以在哪里推进，哪里的地形有利，以及哪里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不会浪费时间计划攻击一座无法攀登的山。控制二分法就是这张地图，一边是敌方领土不可控制的政府的政策、他人的意见、过去的事件、不确定的未来；另一边是你自己的领土，在你直接指挥下的你的感知、你的判断、你的行动、你的言语、你的意志。你的任务是把你100%的力量集中在你自己的领土上。日常的实际行动是一种分离练习。拿一本笔记本或手机上的便条，每当你因为一则新闻而感到一阵愤怒或焦虑时，停下来写下：这种情况下的什么是在我的控制之下的，什么不是。例如，一项新法律的通过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你对它的反应，你与家人讨论它的方式，你可以在你的社区采取的行动，这些都在。在争论中，亲戚的意见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你决定保持冷静并以逻辑回应，或者干脆退出对话，这都在。这个练习如果持之以恒的实践，会重新编程你的大脑。它训练你停止在敌方领土上浪费宝贵的资源，你开始将世界看作一个棋盘，而不是一个压倒性的威胁来源。在这个棋盘上，你只关心你能移动的棋子。焦虑急剧下降，因为它是试图移动对手棋子的结果。愤怒消散了，因为它是捶打墙壁所消耗的能量。剩下的是对你影响范围的平静而强大的专注。但这不就是不作为吗？让事情发生而不去斗争。恰恰相反，这是唯一真正斗争的方式。反应性的斗争，沙发上的愤慨，什么也改变不了，它只会消耗你。战略性的斗争，专注于你的控制区域，才能产生真正的影响。你不能用一声呐喊改变国家政策，但你可以改变自己。你可以教育你的孩子，你可以在讨论中成为文明的榜样，你可以创建一个有道德的企业，你可以在你的社区组织一次慈善活动。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控制世界，而在于主宰自己。通过掌握控制二分法，你成为一名战略大师。你的思想不再是一个开放和混乱的领域，
而是一个定义明确和被治理的领土。当你放弃与不可控制之物的徒劳斗争，并将你所有的精力导向唯一可以真正产生影响的地方，你自己的选择时，你会找到巨大的力量和宁静。这是通往主权的地图。城门已控制，领土地图在手，现在是时候建造第3道城墙了。瞭望塔，这是培养一个内在观察者的实践。你意识的一部分，它不与你的情绪认同，而是观察它们。大多数人完全与他们的感觉融合在一起。如果愤怒出现，我就是愤怒；如果焦虑出现，我就是焦虑。这种融合使得一则新闻或一条评论能够完全劫持你的思想。内在观察者是你退后一步并说，我感到愤怒，但我不是愤怒，它只是我意识天空中飘过的一朵云。内心的冲突在于情绪反应是及时的，几乎是一种反射。负责战斗或逃跑反应的爬行动物，脑比负责理性的前额叶皮层快得多。一则挑衅性的头条新闻就像火警警报，立即的反应是恐慌，肾上腺素飙升，行动的紧迫感。减缓这个过程，在刺激新闻和反映你的反应之间创造一个空间，违背了数千年的进化。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困难。它需要有意识的训练来加强理性的肌肉，不让本能的警报指挥总部。想想在你精神堡垒的中心有一座高高的瞭望塔，你是塔顶的哨兵。在下面的城市广场上，你的情绪、愤怒、恐惧、心快，就像激动的市民对事件做出反应。准备不足的指挥官的错误是下塔加入愤怒的人群，被其席卷。明智的指挥官留在塔上，他观察骚动，理解它为什么发生。人群因为那项法令而愤怒，但他不成为人群。从他的高处，他有远见、清晰，并能做出战略决策。建造你的瞭望塔的实际行动是战略性暂停。这是一个简单的练习，但它能改变游戏规则。每当你感到因政治刺激而产生强烈情绪时，停下来，深呼吸1次、2次、3次，在打出评论之前，在提高声音之前，在滋养这种感觉之前，创造一个只有3秒钟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像塔上的哨兵一样问自己，我到底在感受什么？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现在冲动反应会帮助我实现目标，还是只会让我成为别人游戏中的一颗棋子？这个暂停是一种超能力，它是关闭反应性自动驾驶并打开有意识手动控制的开关。在这几秒钟内，你将权力从你的情绪大脑转移到你的理性大脑。你不再是刺激的奴隶，而是你反应的建筑师。持续实践这一点会加强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的神经通路。暂停成为一种习惯，冲动的反应性开始看起来很陌生，是你一个旧的进化程度较低的版本。许多人可能认为这是在压抑情绪，这恰恰相反。压抑是假装人群没有激动，观察是承认激动，尊重它带来的信息。这条新闻是不公正的，愤怒向我展示了这一点，但不让它烧毁城市。你不否认火，你控制它并建设性地使用它的能量。你成为你情绪的主人，而不是他们的受害者。你学会了驾驭情绪的浪潮，而不是被他们淹没。随着你的瞭望塔的建立，你获得了一种少数人才拥有的视角。你可以实时看到媒体和政治家使用的情绪操纵策略，你把它们看作棋盘上的棋步，而不是人身攻击，并且从你的塔顶，你冷静和清晰，你可以明智地选择你的下一步行动。反应性是奴役，有意识的观察是自由。第4道城墙不是由石头制成，
而是由意义构成。这是你的更高目标，你在堡垒中心升起的旗帜。生活过度政治化的最大危险之一是，政治成为一个人的核心身份，一个政党的胜利或失败成为个人的胜利或失败。生活失去了其内在的重心，并开始围绕着外部的异变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你控制范围的东西旋转。对此的治疗方法是连接到一个超越日常政治琐事的更高目标。人的思想憎恶真空，如果你不给他一个清晰而有意义的目标去服务，他会找到一个替代品。而在今天的世界里，政治是最容易上瘾的替代品。它提供了一种身份感，我是右派、左派，一种社区感，你的政治部落，和一种使命感，击败另一方。问题在于，这是一个不稳定的生活基础，它让你依赖冲突来感受活力，并将你置于永久的战争状态，这在心理上是不可持续的。你的堡垒需要一面旗帜，一个提醒你所有内部公民，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行动，他们为之奋斗的象征。这就是你的目标，它可以是成为最好的父亲或母亲，它可以是正直地建立一个企业，它可以是创作提升人类精神的艺术，它可以是你的信仰、你的个人发展、你对当地社区的服务。它必须是依赖于你的东西，让你充满自豪，并且不会因为一次选举或一个丑闻而动摇。实际行动是定义并每天与这面旗帜重新连接，在一个显眼的地方写下你的目标声明。我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有意识和有韧性的孩子，或我的重点是建立一家解决实际问题并善待员工的公司。每天早上在看手机之前读这句话，提醒自己什么是你真正的战争，什么是你真正的忠诚。这会儿重新校准你的内部罗盘，并将政治置于其应有的位置，作为生活的一个方面，重要但次要，而不是其中心。当你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时，政治噪音的音量就会降低。你开始通过一个新的镜头来评估新闻，这会影响我完成我的任务的能力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学会将其视为无关紧要而丢弃。政客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争吵与你教育孩子的使命相比，变得微不足道。利率的变化只是你商业计划中需要管理的一个数据，而不是存在性绝望的原因。你的旗帜给了你视角，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世界，这意味着从一个力量和稳定的位置与世界接触。一个只为他的政党而战的人是一个狂热者，一个为他的家庭、为他的价值观、为一个更高的目标而战，并将政治视为一种工具而非目的的人，这才是真正的公民。他的忠诚不是对一个政治家，而是对他的原则。他不容易被操纵，因为他的身份根植于更深层次的东西。在你城堡的中心升起你目标的旗帜，是赋予所有其他防御意义的东西。这是你控制城门、绘制领土图和从塔上观察的原因。它是你真正的身份，你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随着这面旗帜在风中飘扬，你的堡垒不再只是一个防御结构，而是在混乱海洋中的一座意义灯塔。第5道城墙是在火中锻造的。一个堡垒不能只在和平时期进行测试，它需要战斗模拟。不是训练，是斯多葛派的一种做法，即自愿将自己暴露在困难的情况下，以增强你的韧性。在我们的背景下，这意味着将自己暴露在相反的意见中，不是为了辩论或战斗，而是为了训练你在面对挑战时保持冷静和忠心的能力。这是加强你情绪免疫系统的锻炼。自然的趋势被社交媒体算法放大，是创造一个意识形态的泡沫。我们用与我们思想相同的人包围自己，
消费证实我们信念的媒体，并积极避免任何可能挑战我们世界观的事物。这使我们在精神上变得脆弱。当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不同意见时，在家庭晚宴或工作会议上，我们没有处理它的工具，我们以愤怒、蔑视或恐慌做出反应，就像一个没有抗体的身体暴露在普通病毒面前。比喻是一支从不训练的军队，士兵们只在阅兵式上行进，擦拭他们的武器，阅读过去胜利的手册。在与敌人第一次真正接触时，他们就崩溃了，因为他们从未感受过真实战斗的压力。不是训练，是受控的战斗模拟。你作为将军，派遣你的部队、你的思想到敌对领土，相反意见的来源进行侦察任务，不是为了赢得一场战斗，而是为了习惯地形，学会在炮火下不恐慌，并变得更强大、更有经验地回来。实际行动是安排，例如每周一次暴露训练，在15分钟内阅读一篇文章或观看一个你知道政治观点与你相反的来源的视频。任务不是反驳，不是生气，不是评论，任务只是观察，观察对方的论点。最重要的是观察你自己的内部反应，感受恼怒的升起，但不要对其采取行动。看到判断的冲动，但让它过去，就像科学家观察化学反应一样，只是观察。目标是让你对相反意见的情感负荷脱敏。通过这样做，你会发现一些深刻的东西。你意识到一个不同的意见并不是一个物理威胁，它只是另一个人头脑中的一组想法，它不能伤害你，伤害你的是你对它的反应。这个训练将事件阅读一个意见与你的解释感到被攻击分离开来。你开始培养一种战略性的冷静，即能够听到一个相反的论点，而不是反应，而是思考。这很有趣。这个论点的优点和缺点在哪里？你成为一个分析师，不再是一个部落战士。这并不意味着你需要同意对方或放弃你的信念，恰恰相反，这意味着你的信念将变得更强大，因为他们将基于对整个情况的真正理解，而不是对世界另一半的盲目排斥。你将能够以更冷静、更有逻辑和更有说服力的方式捍守你的想法，因为你将不再从恐惧和反应的位置出发。你变得反脆弱、攻击和挑战，非但不会削弱你，反而会让你更强大。一个只能在其意识形态舒适区内运作的心灵，是一个被囚禁的心灵。通过在不适中训练，你扩展了你冷静的领土。你成为世界公民，能够在任何环境中，在任何对话中，以同样的平衡姿态和同样的思维清晰度航行。你的堡垒将不再有盲点或脆弱的城墙，它将准备好应对来自任何方向的任何类型的攻击。第6道城墙是最强大却又最被低估的之一——战略性沉默。在一个喧嚣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觉得有必要对每件事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意识地选择不参与讨论的能力是一种超能力。这不是屈服或无知的沉默，而是力量的沉默。他承认并非每一场战斗都值得你投入精力，而且很多时候棋盘上最明智的一步就是不动任何棋子。这是真正主权者的秘密武器。我们的社会编程让我们相信沉默是软弱，我们被迫表明立场，被迫步其墙，对每一次挑衅都做出回应。社交媒体就是为此设计的，将复杂的讨论变成280个字符的决斗式决斗。自我 ego 也喜欢这个舞台，他渴望得到验证，渴望证明自己是对的，而对方是错的。参与这些无用的讨论，就像喂养一只怪物，他总是想要更多，让你精疲力竭、沮丧，而且丝毫没有改变任何人的看法。
想象一位武术大师被几个尖叫着挑衅他的没经验的攻击者包围，大师不会浪费精力去回应每一个侮辱或参与每一个向他发起的打斗。他保持冷静、专注，保存着他的能量。他观察并等待合适的时机行动，如果行动是必要的话。很多时候，他的冷静和沉默足以化解局势。战略性沉默就是这种精通。他理解你的精神能量是你最宝贵的资源，你不会把它浪费在无意义的小冲突上。实际行动是与自己立下誓言，我不会参与无用的在线讨论。当你看到一个挑衅性的帖子或一个荒谬的评论时，感受回应的冲动，感受自我准备战斗，然后有意识地选择沉默，关闭应用程序，去散步，读一本书，记住你的更高目标。问问自己，和这个互联网上的陌生人争论会让我更接近我的使命吗？答案几乎总是否定的。这种有意识的不参与的选择是一种巨大的自律和力量的行为。通过练习战略性沉默，你开始将你的平静置于需要正确之上。你意识到真正的胜利不是赢得一场争论，而是不让这场争论窃取你的宁静。这延伸到线上之外，在与朋友和家人的对话中，你学会辨别何时讨论是富有成效的，何时只是自我的拉锯战。你学会说，我理解你的观点，但我现在不想讨论这个。这不是逃避，这是保护你的堡垒。皇帝哲学家马可·奥勒留 Marcus Aurelius 在他的沉思录中写道，最好的报复就是不要像你的敌人一样。如果你的敌人是反应性、愤怒和两极分化，那么战胜他的最好方式不是使用同样的武器，而是拒绝按他们的条件战斗。沉默打破了循环，他拒绝给予混乱生存所需的能量，这是对一个噪音文化的无声反抗。战略性沉默不是空洞的，它充满了力量，这是选择你的战斗的力量，这是为你重要的事情保存你的能量的力量，这是无论世界如何喧嚣，都能保持你内心平静完好无损的力量。它是从内到外保护你堡垒的秘密武器，确保世界的混乱永远不会在你内心找到回响。明智地使用它。最后一道城墙完善了我们的堡垒，将其从一个纯粹的防御结构转变为一个攻击的作战基地，但不是愤怒和反应的攻击，而是外科手术式的、深思熟虑的和专注的攻击，专注的行动。在保护了你的思想，控制了你的反应，并找到了你的目标之后，你将积累大量的以前被浪费掉的能量。最后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将这些能量引导到世界上？答案是将无能的愤怒转化为有意义的本地行动的燃料。由大规模政治产生的愤慨的问题在于，它是一种没有生产性出口的能量。你对数百公里外做出的决定感到愤怒，但在那一刻你无能为力去改变它。这种被压抑的能量转变为焦虑、沮丧和犬儒主义。这就像把汽车的引擎开到最大，但让它保持在空档，噪音震耳欲聋，燃料被燃烧，但汽车哪儿也去不了。你感到精疲力竭，却仍然停留在原地。我们建造的堡垒不是一个躲避世界的修道院，它是一座城堡，主权者从这里统治他的王国，并发起他的战役。专注的行动就是你的战役。你不是像失控的机枪一样向四面八方散布你的能量，在网上抱怨一切，而是像激光束一样将其集中在你影响范围内的某一点上。你把对系统感到沮丧的能量用来修复一些你能触摸到的东西，一些在你力所能及范围内的东西。实际行动很简单，选择一件事，在你社区或生活中
你可以改善的一件小事儿，对两极分化感到沮丧，组织一次与邻居的晚餐，以加强当地的联系；对虚假信息感到愤怒，帮助教你的父母或祖父母如何识别假新闻；担心环境，在你的大楼里开始一个回收项目，或加入一个清洁当地公园的团体，用本地责任取代全球愤慨。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焦点转变是变革性的，它还给你一种能动性感，一种你的行动很重要的感觉，而它们确实重要。修复世界的一个小角落，比抱怨整个世界要强大无数倍。看到你努力的有形成果所带来的满足感，是绝望和犬儒主义的完美解毒剂。你不再感觉自己是系统的受害者，而成为变革的推动者。无论你的第一步有多小，记住控制二分法。你无法控制国家，但你可以影响你的街道。你无法改写法律，但你可以为你的孩子树立正直的榜样。专注的行动是这一原则的最高应用。这是斯多葛哲学与现实世界相遇并产生结果的地方。这是区分福收以哲学家和堡垒公民的地方，后者有目的的行动，并留下具体改进的遗产，而不是愤怒的评论。通过将你的堡垒转变为专注行动的基地，你就完成了这个循环。你不仅保护了你的内心平静，还利用它作为燃料，在外部世界创造积极的影响。你的冷静不是被动，它是有效行动的基础。你的主权心灵不是孤立的，它以更智能、更强大的方式参与，这是最终的胜利。不仅在混乱中生存下来，而且用你的智慧在其中建立更好的东西。你已经完成了这次训练，但这是一种新生活方式的开始。我们走过了从叙事的受害者到自我感知的建筑师的旅程，你学会了建造7道城墙，将你的心灵从一个脆弱的战场转变为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信息结识以控制城门，控制二分法以绘制领土地图，瞭望塔以观察而不反应，目标的旗帜以指引你的行动，战斗模拟以锻造韧性，战略性沉默作为你的秘密武器，以及专注的行动以进行外科手术式攻击。这些不仅仅是想法，它们是工具。现在使用它们，每天练习它们的决定权在你。主权需要持续的警惕。你作为你心灵主权者的第一个行动，现在开始。这不是一个请求，这是一个法令。去评论区写下你的独立宣言，让全世界都看到我的思想不出租。通过这样做，你不仅仅是在一个视频上评论，你在与自己签订一份合同，一个誓言。你再也不会允许外部力量未经你明确许可就殖民你的精神空间。你正在加入一个由主权心灵组成的沉默军队。如果这次训练是你战斗的号角，请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不要错过我们接下来的任何战略简报。最后，作为这支军团的指挥官，我要求你做2件事。首先，也请评论我看到了最后，这样其他像你一样的人可以识别出那些坚持到训练结束的真正新兵，从而创造一种社区感和纪律感。第二，想一个你认识的正在被这场战争吞噬的人，一个因为政治而失去平静的人，与那个人分享这个视频，不仅仅是分享一个链接，这是发送一张解放的地图，这是一种服务行为。帮助他人加强他们的堡垒是一个堡垒公民的最终责任。有目的地行动，保持警惕，成为主权者。